那么万纪营已经答应跟我们联手了吗？对，有万纪营的首肯，我们对付皇后就多添了几分胜算。这是郡王爷之福，天下之福。今次有你从中帮忙，给我出谋划策，形势才得以逆转。孟凡，无论这次或得或失，我李隆基都会终生对你感激不尽的。这个孟凡好大的胆子，竟然3番5次的跟我作对。今次皇后娘娘一心要笼络万纪营军心，但孟凡从中作梗，幸亏奴婢及时化解纷争，托皇后娘娘还有公主的鸿福，今次才能逢凶化吉。大胆贱婢，你竟然敢在本公主面前邀功！公主息怒，我早已命你提防孟凡这个贱婢，可是你就是充耳不闻，未有加以防范，终于让他有机可乘，实在是罪不可恕。可是不要以为当了内侍人就不是贱婢，在本公主眼中，你始终都是个贱婢，知道吗？贱婢！奴婢知罪，是奴婢一时糊涂，才让他有机可乘，请公主开恩。大敌当前，最忌军心动乱。假如让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他们趁机对付我，你这一条贱命补偿得了什么？奴婢只是一时糊涂，奴婢对天立誓，今后绝对不会重蹈覆辙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饶，就重罚你30掌。公主开恩呐！公主开恩！公主开恩呐！罪毕孟府，未有依从安乐公主吩咐行事，公然不敬。如今当众杖打30，以儆效尤。5万府兵已屯驻在京城之外，东郊、西郊2处。可人数众多，也只能当做后援大军。真正一战定生死的，还得是苏伟攻进的左右飞骑军、左右万骑营这4军了。如今万骑营已转投我们阵营，看来决胜之道在于谁可以掌控飞骑军。王爷，三公子，方生，你游说飞骑军的将领，结果如何？属下无能，有负所托。飞骑军虽然对皇后和公主的所作所为甚有威严，但始终不相信他们会弑君，所以无论我花费多少口舌，他们依然不为所动。啊，少了飞骑军这招棋，我们如何力挽狂澜？如何扭转形势？依我看来，如今要论胜负，还言之尚早。方生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务必要继续努力，不到最后一刻，绝对不可以轻言放弃。属下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皇后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？皇后倒是并无异动，反而是
安乐公主，她命人当众惩罚孟夫。哦，所谓何事？并无明言罪状，似乎是办事不力，所以受罚。公主明知此刻跟我们剑拔弩张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当众处罚孟福？怒杀朱将军已经让万骑营对公主极为不满，才当众处罚孟福。难道他就不怕这样会动摇人心，刺乱阵脚吗？除非公主的心中其实另有所图。可他要对孟福用刑，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。但事出必有因，他这样做一定是有所针对。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可对孟凡却有切肤之痛。难道他要对付的不是孟福，而是他的姐姐，他最恨的孟凡？龙君，你要去哪里？我现在必须赶去找一个人，事关重大，回来我再跟你们说清楚。小马告诉我，孟福受了杖责之刑，也不是伤得有多重。这个安乐公主还真是狠毒，就连孟福也不放过。只不过我们去找孟福，公主会不会趁机大做文章？我和孟福姐妹一场，不管如何，我都要去看她。对付一个寻常的宫婢，竟会节外生枝，失败而毁。卑职不利，请公主恕罪。没用的东西，还不给我退下！谢公主不杀之恩。孟府参见公主。看你神色慌张。所谓何事？孟凡遇刺受伤，此事可与公主有关。没错，刺杀孟凡是本公主下的命令。公主当众处罚孟福，就是为了要设计杀孟凡。孟凡暧昧心切，本公主就知道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。公主以我作饵，刺杀亲姐，这就是陷我于不义。本公主还以为你知道。你和孟凡早已割席断交，生死不相往来呢。我们确实姐妹情断，那他是生是死，又与你何干呢？姐妹情断，情分未断。再说，这是我们两姐妹之间的事，不需要外人插手。你拿我作饵，又把我蒙在鼓里，此举确欠妥当。真好笑，本公主如何行事，还需向你这个奴婢交代。我为主，你为奴。本公主要你站着，你就不能坐着；本公主说往东，你就不能往西；甚至要你去死，你就不能活着。这个道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孟府失言，请公主恕罪。本公主如果不恕，
又如何？如今公主尚未坐稳储君之位，皇后、项王还有太平公主，是谁夺得天下还是未知数呢？奴婢虽为奴，但是为谁的奴，我还是可以挑拣的。好啊，你以为你攀到内舍人这个位置，是凭你自己的本事吗？要不是本公主的大力扶持，你仍然是宫中的一个下贱小婢。论学识才干，你根本不及上官婉儿，就连孟凡你都不如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讨价还价？本公主只要说一句话，就能将你从云端上拉下来，直接坠入黄泉。或许吧，但公主也要好好保住眼下的权位。亡国之奴，大不了就是再次为奴，但亡国之君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有空闲跟我这奴婢瞎鬼扯，倒不如想想项王还有太平公主，他们在打什么主意吧。你给本公主好好的记住，今日的荣华富贵，都拜本公主所赐，没有我，你什么也不是。你好好的想一想，你求的是姐妹情，还是名利心？当然，二者只能存疑。见皇后娘娘，经老奴打听，孟尚仪身受重伤，昏迷未醒，御医诊治伤及脏肺，危在旦夕。好，就让她再多受一点苦，再送她去见阎嘛。据老奴所知，临淄郡王不分昼夜守候在旁，忧色满面，憔悴不堪，似乎与孟尚仪情谊非比寻常。这个孟凡可真不凡啊！小小的一个婢女，还真有点本事，连李隆基都被他勾魂摄魄了。这不正是天助我也吗？隆基现在心系贱婢生死，必定分身不下，无心国事，我们就予以突袭，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。你要对付李隆基？那个贱婢尚且还活着，本公主就要再下一棋，要她先看着挚爱离开人世，然后也饱尝一下生死离别之苦。宫婢受伤是件小事，要是皇亲国戚遇刺身亡，那就影响甚广了。我看此事不宜过急。可是那个李隆基如今与太平结成一伙，势力倍增，如此绊脚大石，理应及早除去，了却心头大患。还是再等2日吧。母后此话何解？再过2日，太子就要登基了。太平公主和八王爷一直都不满本宫改遗诏的事，他们蠢蠢欲动，伺机反扑。我们当务之急是要让太子先顺利登基，过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人。母后深谋远虑，儿臣自愧不如。依母后所言，应如何部署？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母后的意思是，从来都是天放雷鸣之前，有虫蛇蝼蚁先动。宫中风云色变，宫婢奴才必有异。中上宫，老奴在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去监察6局所有宫女的言行，如有异样，必须前来禀报。老奴领命。雪鱼，把这里打扫一下。
姑姑怎么样了？姑姑怎么样了？小芬姐她怎么样了？姑姑，孟尚仪仍然昏迷不醒。你们等在这里也于事无补。这一关是要上仪大人独自闯过去的。既然帮不上忙，大家还是回去吧。姑姑，我想看看小凡姐，我真的好担心她啊。对啊，姑姑，你就让我们进去看她一眼吧。姑姑，让我们看一眼吧。上仪大人纵然服了药，但气息依旧虚弱无力，恐怕一时半刻不能接见大家。怎么这样啊？况且你们还有事情要做，总不能拖延不理呀。都是为了我才把你害成这样，我不该把你选进这场宫廷的杀戮之中，可是我却想把你留在我的身边。当日樊梁的事，是我出卖了你。我知道你其实已经不再信任我了。太子的事让你更加讨厌我，所以当你为了妹妹要我帮忙，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你了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不这样，我就再也留不住你了。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来，我一直最想做的就是守护着你。当日我没有好好的守护太子，这是我一生之中的最痛，所以我不能再失去你，我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痛。你一定要撑下去。就算要我拿生命来交换，我也愿意。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，我发誓永远都不会。郡王爷，药来了。来，喝药。听御医说，孟尚仪的气息已经由弱转强，相信假以时日，康复有期。上仪大人昏睡的这些日子，郡王爷您日西守候，相伴在旁，还请郡王爷回府稍作休息，保重贵体。现在还不可以，他还在阎王殿外绕圈子，我不能离开他。可是其他宫女看见郡王爷守候不退，就会以为上仪大人还未脱险。为了令众人心安，奴婢大胆请求郡王爷回府稍息，免得人心惶惶。而且奴婢是奉太平公主之令，请郡王爷过府一聚。可这所为何事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只是公主守候多时，就等郡王爷一个答复了。好吧，本王就跟你走一趟。
见郡王爷。严令，谢王爷。本王明白，你们大家心系孟尚义的安危，不过大家可以放心，经予以诊治，伤势目前已无大碍，所以到现在为止，各位已经无需挂心了。太好了。不过孟尚义离苏醒，或许还有一段时日，所以现在大家还是先行离去，免得因擅离职守，遭主子责怪。奴婢告退。倘若孟尚义醒来，一定要第一时间到王府来禀告。奴婢遵命。公主，郡王爷来了。参见姑姑。蓉儿，去泡上等山茶，让郡王爷好好的提提神。是。就先不必麻烦了。姑姑如果有什么话，就请跟侄儿直说吧。你有多少天未曾就寝了？姑姑找侄儿来，就是为了这么无聊的话题吗？贤侄身系家国重任，安康与否，直接关系到社稷安危，实属大事。姑姑，请恕侄儿无礼，侄儿先行告退了。你这么匆忙，是想要赶着去做什么？姑姑有什么话可以直说，不必绕圈子。姑姑也想快人快语，但看你如此模样，两眼无神，萎靡不振，只怕思绪混沌，要商讨大事，恐怕也是有心无力。所谓大事，无外乎都是谋算人心，尔虞我诈之为，耍阴谋手段之举，又何须用心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诚如姑姑所言，侄儿确实是因为最近有些疲倦了，以至于言辞有失，得罪了。就为了一个孟凡，你就弄得如此一蹶不振？关于孟凡的事情，侄儿不想多提。为了儿女私情，你竟罔顾家国大事。如今太子已称姬登第，皇后亦已如愿晋为皇太后，临朝称制。本来我们可以整肃朝纲，就是因为你政事不理，本末倒置，放弃了大好机会，以致前功尽弃。你要是再这么执迷不悟，皇太后就会有机可乘，到时她大权在握，变天之日不远矣。侄儿近日心力交瘁，真的是累极了，改日再与姑姑商讨对策。告辞。岂有此理！红颜实属祸水，连龙姬都为战而败。公主，那现在如何是好啊？龙姬一蹶不振，莫说要连同对抗皇太后，就是安乐公主，她也没有办法相敌。皇太后一定会把握这个良机，将我们逐个击破。为今之计，要杀出一条生路，我们就只有先下手为强。姐姐，姐姐，
小夫来看你了。你看我带了什么给你？这是你最喜欢吃的淘金娘凉果。姐姐，你要快点醒过来，要不然夏去秋来，就再也采不到淘金娘。你要想吃，就得等到明年。原来有些事，时间一过，就不能回头。淘金娘入世，小夫也如是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是小夫害了你。我真不知道公主这么狠心，她利用我，派杀手置你于死地。姐姐，对不起。姐姐，你不要生小夫的气。我爬到今天，我绝对不能半途而废。为了走到今天，我不惜背弃充军，舍弃自己的亲儿。我现在又害了你。可是我身不由己呀。姐姐，小夫现在已经会照顾自己了，你不要担心我。从小到大，你都是那么细心的照顾小夫。我知道你很辛苦，你要是累了，就不要再撑下去，不要舍不得小夫，放心的去吧。我不是不想跟你去，只是小夫不甘心，要放弃这一切，到头来竟是一场空。所以小夫决定要跟着公主生死相随。从今天开始，再也没有孟福这个好妹妹了，有的只是安乐公主身旁的心中那舍人。
宫中一切如常，未见异样。禀太后娘娘，各宫宫婢安守本分，未见逾越之举。只是据老奴所查，内舍人昨晚探望孟尚仪，逗留足足半个时辰之久。奴婢参见皇太后、公主。听说昨天晚上你去探望你的姐姐孟凡了。孟凡乃是太平公主及项王父子的心腹，孟福只是帮公主去打听消息而已。哦，那你可曾探听得知什么消息了吗？他已经快不行了。据老奴所知，上服、上实、上寝、上宫4局4上，已准备相约一同去探望孟尚仪。看来孟尚仪的情况的确已经到了令人担心的地步。老奴也打算去探望，趁机一查究竟。孟凡终于可以尝到被人背弃之痛，感受到孤身一人的痛楚。说到底，这孟凡也只是区区一个奴婢。我们目前当务之急要对付的是太平和项王父子。龙姬为孟凡的生死忧心如焚，于此期间必定会疏忽，疏于防范，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。如今临淄郡王3魂不见了7魄，这样太平公主的手就被废了。但是他们绝对不会坐以待毙。依奴婢之见，应先发制人，先杀太平公主，再除项王父子。言之有理。如今李隆基成事不足，我们要对付的是太平。女儿啊，不要因小失大，误了大事。女儿明白，一切就依照母后的旨意办事吧。孟凡，怎么样？你好点吗？多谢大家的关心，孟凡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既然也没什么大事，为什么你还要对外谎称昏迷未醒，危在旦夕，还秘密相邀？孟凡此举是为了掩人耳目，掩太后还有安乐公主的耳目。因为此刻孟凡要跟4位大人商议的是谋反大事。孟凡，自从你入宫以来，你就总是自以为是，独断独行。如今你又在说什么鬼名堂？太后跟安乐公主7天罔地，弑君夺位，秽乱宫禁，残害生灵。临淄郡王决议起兵讨伐，匡扶社稷，整肃朝纲。荒唐！太后和公主虽然行事乖张，怎么样也不至于会弑君的。虽然上卿大人一向看不惯孟凡不懂循规蹈矩，但是孟凡相信大人能分辨是非善恶。难道大人真的认为孟凡会如此口无遮拦、肆意妄为吗？孟凡，雷上卿不喜欢你行事莽撞，就是怕你害了别人，也害了自己。但他对你的品行非常欣赏，否则当年就不会拜托我把你收留到上宫局里来照顾了。是，孟凡，我知道你行事自有一套，但是这件事情真的非同小可，稍不留神，我们4局随时遭灭顶之灾。你说他们母女弑君夺位，究竟有没有真凭实据啊？我就是凭据，是我亲耳听到的。我们千辛万苦才镇杀了皇上，谁知始终都未能登上帝位。还有先太子重俊，也是安乐公主诱使孟福下的毒手。周上公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千万不可出错。难道你亲耳听到皇后毒杀皇上吗？千真万确。自从知道先太子遇害真相，我就悲愤莫名，幡然醒悟，明白太后母女心肠歹毒，为免2人扩大势力，
我才恳请柴上公让位于我，就是为了阻止他们继续弄权作恶。可惜，还是没能阻止他们毒杀皇上。真是始料未及呀！他们还命上宫局的人监视各局动静。太后觊觎帝位，不择手段。如有人不肯同流合污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上至大臣，下至宫婢，无一幸免。所以孟凡恳请4位大人，为了国家社稷，帮助郡王爷一举剿灭奸邪。禀公主，各府府兵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候命。好，本公主接到密报，太平公主狼子野心，觊觎帝位，密谋造反。欲趁新帝继位，军心未稳，暗自招兵买马，欲效法先帝武士，妄想当大唐女皇帝。可此事非同小可。公主可有肯定的消息，准确无误？那是必然。本公主会无端捏造吗？为保大唐基业，除奸邪定江山，刻下分兵，夜袭郡王府，绞杀太平公主，势在必行。唯如此，才可保立唐江山的真正太平。卑职定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好，出发。安乐公主跋扈宫中，凌辱大臣，无视王法，为所欲为。太后视而不见，放任骄纵。魔爪由后宫伸至朝堂，结党营私，扰乱朝纲，恶行愈演愈烈。如今竟觊觎帝位，密谋造反，夺李唐江山，立韦氏天下。如此奸邪，天地不容！天地不容！今夜一战，除奸党要挟，保江山社稷，整肃朝纲，振兴大唐，不容有失。愿李公主差遣，愿李公主差遣。卑职叩见公主。何事惊慌？快说！禀公主，前方回报，太平公主正率领上万兵马修集前方，似乎是冲着公主而来。哼，好啊，果然是先发制人，抢夺先机。公主，我们要先谋定再行动。没了龙基这帮手，太平孤军作战，亮骑兵力不过1万，我方今府兵就有3万，还有万骑飞骑2营精兵尚未调动，势力悬殊，本公主哪有战败的可能？公主此番只是臆测，未能做准。既然对方军力未明，我方理应先避其锋芒，查探清楚，再另谋策略。荒谬！上阵杀敌，关键是要一鼓作气，临时变阵退缩，只会更加扰乱军心。哼！更何况本公主胜券在握，哪有让路之理？传令下去，兵将若有退缩者，杀无赦。是。安乐公主兵马已到100丈之外，正朝我军大举进发。据探子回报，安乐公主调动的府兵是3万之数，我方只以1万之数迎战，必须以策略取胜。公主可有取胜之道？昔日景行之战，韩信以万数之兵制胜20万之敌。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本公主早已派探子潜伏在敌军之中。安乐公主骄心狂妄，用兵无方，
今夜，本公主就要他尝尝一败涂地的滋味。出发！太平公主一路人马势如破竹，将我军逼得节节后退，形势不妙啊！荒谬！太平仅凭区区1万之数，岂能胜我3万兵马？这简直是荒荡天下之大谬！两军对敌，能够以少胜多，也不足为奇。恐怕是太平公主战术谋略，皆优胜于我军，所以放肆！竟敢指责本公主，如此出言不逊，只会再次扰乱军心。拖出去斩！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啊！公主三思。如今两军对阵，形势险要，我们千万不可扰乱军心，让敌人有机可乘。本公主姑且就饶了你这条狗命。来人，将其拿下，先行收押。是。谢公主。禀公主，士兵回报，不知何故，四周不断出现散兵游勇，到处捣乱，或放火，或偷袭，我军四处追捕，兵力分散。以致被太平公主兵马趁乱抢攻，越战越勇，我军情况紧急。太平兵力明显不足，竟还能腾出人马四处捣乱，兵从何来啊？啊？说不定是临淄郡王暗中出兵，辅助太平公主。李隆基嬉戏孟凡伤势，寸步不离，哪还有心思参一脚？难道是掩人耳目之法？走，去上虞郡。姐姐呢？她不是昏迷未醒吗？怎么会不见了？我中计了！李隆基这个奸贼利用孟凡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什么危在旦夕，全都是弄虚作假，掩人耳目，目的就是要本公主相信他一蹶不振，掉以轻心。太平公主有临淄郡王相助，如虎添翼，难怪他们的兵力会如此强大。传令下去，任何人只要能捉拿到李隆基，不论生死，重重有赏。本公主是要将他碎尸万段，以解心头之恨。伤势如何了？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伤口也快愈合了。只要再多忍耐一些时日，你就可以重见天日了。现在战况如何？探子回报，6局宫女扰敌之计十分的成功。现在安乐公主的兵马可以说是疲于奔命，分散各处，被姑姑的兵马杀得连连败退。不枉孟凡苦心演这场戏。本王也不赖吧，装成一蹶不振的样子，逼得姑姑先下手为强，兴兵对付太后母女。不过，幸好你可以及时的苏醒过来，否则我可是真的会一蹶不振了。郡王爷，进来。
什么事？禀告王爷，飞骑军万骑营终于大运相助。好，有飞骑万骑2支兵马相助，加上姑姑的兵马正在牵制着安乐公主，本王就可以马上领兵进入宫城，清君侧苏朝纲。昔日的公主已死，今日的公主卖官鬻爵，祸国殃民，弑父害兄，罪无可恕。不过，你想要我怎么样？孟帆不敢强人所难。不过，若是郡王爷真的擒获他们一众，恳请郡王爷顾念孟帆一点情谊，几分努力，放过公主跟小福，免他们一死，行吗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多谢郡王爷。正门已经失守，太平公主领军同安乐公主的兵马与玉桥力战，恐怕都快抵挡不住了。怎么会？怎么会呢？安乐的兵马要比太平的多数倍，怎么会一败涂地？怎么会呢？快，命飞骑万骑，迅速领兵去救援，快去！太后娘娘，两营精兵都已经投靠临淄郡王了。快去领兵，领兵前来救驾。在李隆基还没有到来之前，本宫要马上离开这儿。快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是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！快走啊！怎么回事？
确保本宫的安全，护送本宫出宫，一定给你们加官封爵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别再啰嗦了。你大胆贼子！你竟敢起兵造反，以下犯上！奸佞在朝，陷害忠良，本王当机立断，诛奸邪，平天下，为所应为。你狼子野心，谋朝篡位！来人，把李隆基给我拿下，以显忠正！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人！为是毒杀先帝，危害社稷，今夕当共诛诸为。甚高有马鞭之长者，皆杀之；敢有反对者，罪结三族。禀娘娘，形势逆转，玄武门失守，灵姿郡王掌控大局，安乐公主兵败如山倒，太后娘娘死于剑下。如今，方生领着众侍卫，杀气腾腾，正朝蓬莱殿赶来。小月，本宫今日妆容如何？娘娘沉鱼落雁，明艳动人。好，叫所有的宫婢整装，说有贵客到访。娘娘所指的是来送本宫上路的贵客。昭容已等候多时。娘娘你，这是韦氏逼令昭容所立的第一张假遗诏。韦氏意欲自立为帝，婉儿恪尽己责，竭力阻止。唯处身险地，受胁他人，几经艰辛，阳奉阴违，才说服皇后暂缓称帝之心，改立太子重茂为帝，暂保李唐江山。娘娘是身不由己，请大人放过。临淄郡王有令，韦氏假拟遗诏，罪无可恕，究其党羽，一个不留。娘娘也是逼不得已，当时离道嫁紧，容不得娘娘说不啊，大人。娘娘，末将亦是奉命行事，还请娘娘恕罪。那就有劳大人了。公主，现在兵临城下，在他们还没有来之前，我们应该快点走。谁说本公主要走？本公主麾下的兵马数万，声势浩大，单凭太平区区之数，岂是本公主的对手啊！公主，你先冷静。除了太平公主之外，现在还有临淄郡王，我们的兵马早已经被杀的杀，降的降，全没了。现在四周都是他们的兵马，我们现在应该马上去南端应天门，从那边逃出，这样才可以逃命。这
本公主的家。李隆基那个臭小子，凭什么要我走？大不了我就跟他拼了！冷静点儿，公主。现在的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跟他们斗啊！混账！本公主是皇太女，是天命所归。李隆基他算什么东西？这个龙座是我的，别人休想得到它。说到底，本公主之所以会输，全都是因为那个贱婢孟凡。他死到临头还在骗我，我是不可能放过他的。公主，无论胜败都是天地造化，你再抱怨也于事无补。我们还是快点走吧。你是那个贱婢的妹妹，你当然会维护她。我是不可能放过她的。输，我也绝不会输给一个贱婢。公主，来日方长，你跟他之间的恩怨可以之后再解决。走吧。我根本不想再见到他。他必须要为他的行为付出他的性命。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？我会输给姐姐，就是因为一个贪字。而公主你呢，是恨。当初你以为樊良枉死，想帮他报仇，所以处处针对姐姐，要她不得好死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初也是你逼迫我杀害了太子，这笔账我又跟谁算？本公主是堂堂金枝玉叶，岂能容你这个贱婢这般辱骂？你不要忘了，你的命就是你口中这个贱婢救回来的。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死了。我如今跟姐姐反目成仇，还不是因为你？今日的一切，可都是你自己选择的，你怨不得人的。孟夫并没有怨恨，只是悔不当初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天大的本事，所以才找你做靠山。谁知道，只不过是我一厢情愿。在我眼里，你根本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魔鬼！住嘴！住嘴！住嘴！我想说就说，想走就走，你拿我怎样？就是有本事你闭嘴！公主！说过要生死相随，公夫可是有心路之人。殿下，他们怎么会这样？看来他们俩是大难临头，反目成仇，拼到至死方休。但公主也是金枝玉叶，如此死状，实在是太有失体面了。方生，你命人把他们的尸首移至凤阳阁，好好安放，就是混乱中被杀，也好让他们俩可以保存颜面。属下遵命。昨夜血染宫墙，今晨艳阳遍洒，红墙绿瓦依旧，变得只有宫中人面。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要争权要变天，从来就要用鲜血做祭。只是这一次，朝代更迭，龙袍易主，不知又牺牲了多少条人命。景隆4年，重茂被废，项王李旦登基称帝，李隆基晋封平王，后封太子。太平公主封邑过万户，文武百官佳节赐爵，天下百姓免金岁田租之半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众卿家平身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韦氏党羽姚山、张千秋、何一方、王陵等人已被全部诛除。韦氏乱政，觊觎帝位，致令朝纲败坏。此次能够剿灭奸党，重振我大唐朝纲，全有赖忠诚义士，为大唐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如今奸党已除，朕宣告，将太后韦氏追贬为庶人，其女安乐公主追废为悖逆庶人。皇上，今次能除奸党、剿乱贼，全靠六上及六局宫女，以微臣之见，应属他们功劳最大。臣恳求皇上对他们论功行赏。朕就赏赐六上1年月银，宫女半年，另赏金乳酥、布帛白匹，以作褒奖。谢皇上。小马，上仪大人，如今就我们俩，不必多礼。这些足够小福买个大宅，治良田千亩。小福半生为女，我只希望她下辈子能过得惬意一点。小马，你一直都那么疼爱小福。小帆，不瞒你说，其实我一直喜欢小福，但自知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，所以我只求在她身边。守着他，看顾他，可惜到了最后，我却无劳而获，没能守护好他。小福他一心只想往上爬，一心只想找个大靠山，可惜不慎选错了人，以为坚如磐石。却不知道，亦有山崩地塌的一天。得此结局，怨不得人。孟福他没有错。在这个宫里，个个尔虞我诈，人心险恶。孟福就算做了什么坏事，也是他逼不得已啊。他只求生存，求性命。他没有错。错就错在他根本就不该进到宫里。这里处处是陷阱，人人在算计，任凭你再怎么躲也躲不过去啊！这大概就是我们做奴才的命吧。
这些，我终于理解爹爹的话。在这宫里头，没有人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。可怜的小福更是如此，最终还是没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，反而和安乐公主惨死在宣政殿。宣政殿，不是凤阳阁吗？不是，这二人互相纠缠，气绝身亡，死未瞑目。此事当真？空穴来风，必有原因。我听襄王府的宦官说，是临淄郡王，如今是平王爷了，真是胜者为王。听说是平王爷暗中命人一试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安乐公主和平王爷，他们一向对着干。造反当夜，不是你死就是他亡。谁会知道，公主和小福到底是混乱中致死，还是被平王爷所杀呢？事实真相，又有哪个知晓？昔日的公主已死，今日的公主，卖官鬻爵，祸国殃民，弑父害兄，罪无可恕。不过，你想要我怎么样？孟凡不敢强人所难。不过，若是郡王爷真的擒获他们一众，恳请郡王爷顾念孟凡一点情谊，几分努力，放过公主跟小福，免他们一死，行吗？好吧，我答应。孟凡，方生传话，已邀约本王到此地，所为何事？孟凡刚刚到过凤阳阁，拜祭过孟府。死者已矣，节哀顺变。谢王爷。只是这次起兵平乱，实在死了太多人。这都是为了平乱党，定江山，牺牲也都是在所难免。孟凡实在不解，太后公主乱政，觊觎皇位，图谋不轨，死有余辜。为何要将昭容娘娘赶尽杀绝？她罪不至死啊！论罪，上官婉儿终究只能说是帮凶，真正令其以经释任的，是她为太后亲手草拟的第一份遗诏。他一心以为这份遗诏可以说明他是为势所逼，并非太后党羽。昭容娘娘行事一向谨慎，谋定而后动，却是并非太后一党啊。可他无法否认魏嫡长诏命的嫔妃身份。能长诏命，何以致死？可是上官婉儿能够为先帝立诏书，定新帝，那是对后来者最大的威胁。王爷所说的后来者，是王爷亲父项王李旦。因为如果这个掌诏人不死，接下来的大业就将无法展开。换言之，任何阻碍大业者都要死。那敢问王爷，可有违背承诺，对孟府痛下毒手？绝对没有。孟府不过是一个内舍人，根本不会妨碍大业。何况本王答应过你放他一马，又岂会食言？他的死绝非任何阴谋所致。本王因为曾经欺骗过你，深感内疚，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，重蹈之前的覆辙。那为何宫中传闻，孟夫不是死于凤阳阁，而是死后一世？没错，孟夫其实是亡于宣政殿。因为孟夫与公主互相仇杀，纠缠致死，惨不忍睹。本王为保存二人颜面，才会命人移师到凤阳阁。
真的是这样吗？确实这样。得王爷此话，那孟凡就安心了。本王曾经以死来发誓，绝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伤害。经此一役，本王才清楚地知道，什么才是生命中最不可或缺的东西。这次王爷可以灭奸邪，正朝纲，得成正果。这杯酒，孟凡敬王爷。与你同饮，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。可是这对孟凡来说，真是一大憾事。是真的想振翅敖林。哎，你们看，这个啊跟我的名字最合衬了。那我也要练一看流水行云，好用来衬我的名字啊。这个也好看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你看，小凡姐，快过去看看吧。颜色好。哎，你看这个好看。小凡姐，你看这个适不适合我？这个颜色不错啊。哎，这个给我看一看啊。小凡姐，你看这个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看这个颜色，这个也不错了。看我这个也好看。哎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应该也可以吧？这个也不错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颜色衬你不错啊。哇，这个真好看。我喜欢这个颜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好。殿下，放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什么我的五脏六腑好像火灼一样？是孟尚仪通知属下，说王爷不幸中毒，危在旦夕，属下就马上带着御医前来。幸好及时诊治，要是再迟半个时辰，恐怕王爷就要毒入五脏，到那时就药石无灵，回天乏术了。王爷好好休息，下官先行告退。方生，殿下，孟凡呢？属下到的时候，孟尚仪就已经走了。不过属下发现，孟尚仪给王爷留下一封信。当王爷看到这封信时，孟凡已经走得很远了。孟凡已经很多天未得好睡，因为宫中谣传，小福并不是在战乱中死于非命，而是被王爷所杀。为此，孟凡困扰不已。孟凡曾经向王爷问个明白，可是孟凡实在分不清王爷所说的究竟是真是假。孟凡久思无计，唯有将此交给老天爷。孟凡杀人是要为小福报仇，就是要向王爷还恩。如果王爷能避过这一劫，阎王爷拒难，就证明王爷清白；但如果王爷毒发身亡，那便是老天爷为小福讨公道。只是孟凡曾经答应过王爷，此志不渝，自当信守承诺，生相伴，死相随。如今孟凡得知真相，心可安，夜能眠。只是孟凡下毒加害，已无面目再留身旁。今日一别，孟凡会在遥远的地方，祝王爷大业得成。珍重，孟凡。先天元年8月3日，李旦逊位为太上皇，太子隆基即帝位，是为唐玄宗。开元盛世正式拉开帷幕。平身。谢皇上。
先田2年7月3日，太平公主潜回宫中，被围捕收押。太上皇李旦代为求情，为唐玄宗所拒，最后赐死家中。他日，朕并天之后，给朕去帝号，称则天大圣皇太后，与先帝同龄。丫头，你每年给朕焚香扫墓，好好打扫一番，知道吗？奴婢答应过你，一定会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让太上皇好好安睡。如今奴婢来了。